史蒂夫听到海伦娜的安排，就知道女皇是想跟叶晨独处过二人世界。自己要是识相的话，就最好听从安排。而且史蒂夫心里也明白，看眼前这个架势，自己那个儿子是肯定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赢得海伦娜的芳心。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可以彻底断掉与北欧皇室联姻的念想了。史蒂夫的优点就是比较识时务，既然一件事情已经不可为了，那他肯定不会浪费任何精力，也不会给自己埋下任何祸根。于是他非常客气地对海伦娜说道，一切都听女皇陛下安排。海伦娜叫来自己培养的贴身管家，嘱咐他道，你先带2位先生去房间休息。年轻的女管家立刻说道，好的，女皇陛下。说罢又对周良运和史蒂夫说道，2位请跟我来。2人跟随海伦娜的管家离开，海伦娜才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您这边请。叶晨轻轻点了点头，跟着海伦娜来到了他的房间。海伦娜入住的是这个酒店最大的套房，面积虽然不如一般总统套房那么大，但一个人住也已经非常宽敞舒适。海伦娜已经在套房的餐厅里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西式早餐，甚至还让人将餐厅精心布置了一番，无论是餐具还是桌布，甚至餐桌中间的鲜花都是精心挑选准备的。与叶晨对面而坐，海伦娜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叶晨的面部。上次与叶晨同床共枕的她虽然临阵退缩，但她骨子里却是一个热情奔放、敢爱敢恨的北欧姑娘。所以即便她现在已经贵为女皇，却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叶晨的爱慕之心。倒是叶晨被她那直勾勾的眼神看了多少有些不太自在，于是便赶紧出言打破沉默，开口道，海伦娜，这次让你为我做了这么多，真是非常感谢。临时改变出访的时间计划，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海伦娜微微一笑，悠悠道，叶先生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客套了？我和妈妈的命都是你给的，奶奶也是因为你才能苏醒。你是整个北欧皇室的大恩人，我们为你做这么一点事情又算得了什么？说着，海伦娜又道，如果叶先生还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去做的话，我也一定义无反顾。叶晨点点头，笑着说道，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这2天我可能需要你亲自去一趟纽约，去见一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海伦娜甚至都没有任何疑问，便直接说道，没问题，叶先生让海伦娜做什么，海伦娜便做什么。叶晨微微点了点头，取出一颗散血救心丹，递到海伦娜面前，开口道，这颗药是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霍华德准备的。纽约最近不怎么太平，今天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说不定稍晚一些，霍华德的身体状况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颗药到时候可能需要你帮我带过去给他，你待会儿要抓紧时间，先跟他约好明天见面，以免他身体出现问题之后，他闭门谢客。海伦娜有些惊讶，叶先生，这么大的人情，您为什么不自己给他？叶晨笑道，我要他的人情没用，更何况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存在。说着，叶晨又道，再者说了，这丹药也不是白给他的，要钱的。海伦娜抿嘴一笑，娇声道，我懂了，您是想让我帮您卖这颗丹药给他？对。叶晨点点头，嘱咐道，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卖卖货，等你见到他之后，把这颗散血救心丹拿出来，先切下1/10给他服下，等他知道这是好东西之后，剩下的就可以卖给他。至于价格吗？收他个100-200亿美金总是要的，要是你能卖到更高，那就再好不过了。海伦娜立刻便明白了叶晨的意思，笑着说道，好的，叶先生，我明白了，到时候您只管给我留个账号，我跟他谈好价格之后，让他给您打款，最低不能低于200亿。不必了。叶晨摆摆手，随口说道，你去跟他谈，谈得的利益你自己留着。海伦娜惊讶不已，连忙摆手道，不行不行，叶先生，丹药是您的，变现所得的钱也是您的，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叶晨微笑道，海伦娜，我说句直白点的大实话，你们北欧皇室是整个欧洲现存皇室里最穷的，人丁也是最衰败的。
眼下你的人气虽然很高，但你做贵为皇室女皇，也很难像普通人一样去做流量变现的生意。你总不能像华夏那些网络名人似的，最终去直播带货吧，吃相难看，很败人缘的。所以，最终你还是需要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和提升北欧皇室的影响力和硬实力，否则一旦你的热度过去，北欧皇室又会陷入沉寂，到那个时候再想提高影响力，恐怕就很难了。海伦娜知道叶晨说的都是实话，但她还是非常坚决地说道：叶先生，你已经帮了我们太多，而且还帮助我们给北欧拉动了许多投资，这份恩情北欧皇室本就不知该如何偿还了，这种时候怎能再让您破费？叶晨笑道：这样吧，你就当替我卖货，按照我们华夏现在带货的收费标准，100块钱的东西差不多是成本10块，流量投放50块，主播费用10块，物流、人工和退货成本20块，利润10块，咱们就卖一颗散血救心丹，成本算10%，物流在你，人工在我，又不存在什么退货不退货，流量费用也折算到你身上，所以干脆你7我3，很合理了吧？海伦娜无奈地说道：叶先生，散血救心丹这么好的东西，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流量费用，而且我就是帮您带过去给霍华德而已，何德何能还收您的钱？说着，海伦娜认真道：您要真觉得需要给我辛苦费，那我们就干脆合理协商一下，我抽出1天时间去帮您办这件事，事成之后，你也抽出1天的时间由我支配。叶晨笑道：只要钱的问题谈妥了，这都是小事。海伦娜有些着急地说道：不是说好了等价交换吗？我用自己1天的时间换您1天时间就好了。叶晨道：这个只可以作为附加条款，成立的条件要建立在主条款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海伦娜思忖片刻，抿嘴说道：那我1您9。叶晨摇摇头：我6你4。海伦娜道：那您9我1。叶晨反问他：这和你上一轮说的有区别吗？海伦娜吐了吐舌头，起码先后顺序变了，还是有区别的。说着，海伦娜又道：叶先生，您要我办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过就是举手之劳，再让我收您的钱，实在是受之有愧啊。叶晨无奈，认真道：听好了，现在是最后的一口价，到时候你去见霍华德，回来之后咱们俩5-5分账，你要是愿意，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就找别人来帮我做这件事。海伦娜看着叶晨大男子主义爆棚的样子，心里几分欢喜几分愁。欢喜自不用说，他不是因为钱而欢喜，是叶晨心里有自己，处处为自己着想而欢喜。愁倒也不是愁人情债还不清，因为早就还不清了，他主要是愁自己对男人的一切幻想都还不及叶晨本人的1/10，掉进这个坑里，这辈子都别想爬出来了。一想到这儿，他又忽然有些后悔，心中不禁娇羞的暗忖，若是上次我果断一些就好了。回想那次在卧榻上与叶晨紧紧相拥的画面，海伦娜不禁有些走神，脸也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叶晨不知所以，手指轻轻点了点大理石制成的桌面，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女皇陛下。海伦娜此时的心思已经飘回了当初那张卧床之上，连情境也已经带入进去。忽然听到叶晨说话，感觉就好像自己刚褪下衣物钻进叶晨的被窝，叶晨便忽然醒了过来与自己说话，吓得他不禁尖叫一声，随后才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又捂住嘴巴。叶晨诧异地问：你怎么了？在想什么？海伦娜连忙摇头：没想什么。叶晨又问：那我刚才的提议？海伦娜此时都想不清叶晨刚才的提议是什么，只能慌乱地掩饰道：啊，我也不知道，叶先生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叶晨点点头，微笑道：那就这么说定了，5-5分账，资金量太大也是个麻烦，到时候可以先跟霍华德谈好总价，然后要求他分期付款，分10年兑付。另外，兑付的方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黄金、优质企业股票以及优质不动产等等。
甚至还可以让他们出资来赞助北欧皇室做一些慈善活动。总而言之，这笔钱要在未来10年，从各个方面给北欧皇室提供助力，来提升你们的整体实力以及影响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海伦娜轻轻点头，说道：“谢谢叶先生，我会慎重考虑的。”叶晨伸了个懒腰，笑道：“现在就等着霍华德的噩耗传来了。希望这老爷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强一些。”